大家好。最近几天呢，又有台风骚扰广东的沿海所以呢带来了不小的雨水今天早上我起来就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看来今天是没有办法外出骑行健身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慢聊，尤其是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牙齿健康时尚这方面的内容那既然人在家中我觉得就不妨坐在家里舒适的沙发上，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用说话的方式呢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牙医说。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前两期呢我们一直在聊着拔牙的事那其实跟大家最相关的，尤其是让年轻人感到困惑的呢，就是智慧齿那对我们医生来讲呢，就是阻生齿。虽然对于每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来讲拔牙是必修课，同样在病人的心目当中呢，牙医如果不会拔牙，那还当什么牙医？虽然话是这么说术业毕竟有专攻，还是有一些牙医呢，在牙科这个领域里面它又细分为以保健、预防、关注病人的长期牙齿健康，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给予常见病的诊治，并且在自己能力之外的情况底下呢，转诊病人，介绍更有能力的医生为自己的病人诊治，来解决一些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把握的病例的治疗。这样的是对他自己的病人最负责任的态度。那我在之前的牙医说里面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作为一名全科牙医他的职责，他的工作的范围，他主要的目标和他跟自己的病人很多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医生呢，在社区当中无疑肯定是主流。那除了这样的照顾大家健康，甚至是照顾一个家庭的健康，成为大家健康的牙齿的保健者、保障人，对于社区说大了，对于国民的口腔健康呢，起着至关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想而知呢，作为一名全科牙医，他隔三差五的和自己的病人通过来咨询，通过来做预防保健，通过来做治疗等等的方式相处，自然而然呢，他就和他的病人之间形成一种信赖关系，不但呢得到他的病人的尊重，而且有时候呢会受到超越自己能力的信赖。以我自己在常年的全科诊疗过程当中，经常会被自己的病人这样要求，这个牙齿我只愿意让你来为我拔除，或者这个治疗非你莫属，其他医生我是不相信的。即便医生说这样的治疗非我所长，我也在进行继续的学习。有时候病人就会说，我可以等你掌握了这门技术以后，我再来委托你为我进行治疗。他甚至会无视自己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的牙齿，他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有可能会出现不利于他的后果。这个就是医生和病人一旦形成了这种信用关系以后，有时候会有过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医生，他就是靠他专业的知识、一双手的劳动和有限的诊疗时间来体现他的价值。一般而言，一个医生和普通的劳动者并无差异，他也要养家，他也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为舒适。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在获得病人的信任的前提底下，他努力的希望帮助病人来解决问题，最终也能够体现他的价值。这个本来就是医生的一种追求。但另外一个层面，每一位医生他和病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了解专业的难度，他了解某些专业并非自己所长，而他的病人需要的那种治疗有可能还不是他现在能够把握，或者以他目前自己的能力水准来讲，并没有办法给予病人一个满意的治疗的结果。或者换言之，其实会有更多的更专业的医生比他处理得好，更可能给予他的病人以更好的治疗的结果。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作为医生，他应该要扪心自问，即便这个病人相信我，但是他并不了解这些专业的技术的细节和难度，他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医生，
其实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在专业上面更有建树的医生给他带来更好的治疗的效果。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只是坦然地接受病人的委托，冒一些自己技术能力不足的风险，亲力亲为地为自己的病人去做一些超出自己诊疗能力的治疗项目，还是向自己的病人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在某些专业方面的不足，为他推荐一位更好的专科医生呢？他会不会因为他主动承认自己的专业上的不足，而使得他跟随多年的病人失望呢？他会不会因为推荐了更有能力的医生，并且让自己的病人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的时候，而让自己在病人心目当中对他的专业能力的认定下降，进而呢，有可能在以后不再委托你为他进行治疗。最起码作为一个医生，他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了自己的病人，也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作为病人，他跟医生长期的相处之中，由于专业知识的不对等，他总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并且从感情上、从人际关系上，他都会对医生产生某种专业上的依赖。从感情上，他会希望把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交给这位他信赖的医生打理。这个是这位医生他和病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并且在长期的过程当中，在病人的心目当中形成的一种美誉度，确实是值得医生骄傲的一件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医生是专业人士，对于疾病的判断，对于诊疗的处置，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治疗的实施，医生不可以感情用事，更不能为了自己的价值体现利益优先，多劳多得。一个有医德的医生，他往往是以不做自己难以胜任的治疗为最高境界，而不是通过以一次次的挑战自己能力不及的那些治疗，并由此作为一个提升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过程，而无视自己的病人是否获得最佳的治疗的过程和效果的话，那这样的行为不仅会让他和他的病人好不容易形成的良好的医患关系受损，而且作为他自身在某一个时候也会在内心当中受到煎熬，留下阴影。我的牙医说频道为大家分享时尚的牙齿保健的理念，同时也传授护理牙齿正确的方法，和你交流看牙医的相处的一些常识，解答面对牙病时的困惑。希望大家跟着我的频道，相信让你不得牙病、少得牙病的牙医才是真正的好牙医。谢谢大家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